大家好，这里是澳洲来信，一部烂到出圈的电影，突然成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一面镜子。这两天，很多中文社交媒体都在讨论一部国产3维动画电影，叫《牛来》。它原本应该是一部悄无声息上映、悄无声息下线，然后再也没人想起的片子。结果恰恰相反，它先是票房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后来突然被网友围观，被短视频平台放大，被电影院里的笑声二次传播，最后变成了一个谁都绕不开的文化事件。按照网上流传的数据，这部片子刚上映的时候几乎没有观众，到8月14日上映已经进入第9天，累计票房也不过7000多元，观影人次只有200多人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一个大一点的影厅，一场放映就能坐下。可到了8月17日上午，猫眼专业版显示，它的累计票房已经超过1000万元。更夸张的是，当时平台给出的内地总票房预测一度接近9000万元。这就很像一只没有基本面的妖股，电影本身没有技术面，叙事也谈不上清楚，审美更是让很多观众目瞪口呆。可偏偏它靠着情绪，猎奇围观和反讽一路放量上涨。很多人说这是烂片逆袭，我倒觉得这个说法还不够准确。牛来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烂片逆袭，它更像一次由观众、平台、电影院和审查制度共同完成的行为艺术。如果只看电影本身，它可能只是一个粗糙的低成本动画，但如果把它放回中国当下的文化环境里，它就不只是电影了，它变成了一个入口，一个笑话，一个出口，也是一记打在审查体系脸上的耳光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先从最表层的荒诞讲起。牛来之所以引发围观，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它太离谱。从网上流传的片段看，画面质感、角色动作、配音节奏、台词表达都不像一部正常进入院线的商业电影。观众进影院也不是按照传统方式去欣赏一个故事，很多人带着手机进去拍，边看边笑，边笑边发短视频。电影院在这里不再像电影院，倒像一个大型线下段子现场。有人说牛来把电影厅变成了 live house， 也有人说这不是去看电影，这是去参加一场集体吐槽。这个判断其实很关键，因为观众花钱买票不一定是为了电影本身，他们是在买一种参与感。你看过，我也要看，你笑过，我也要进场确认一下它到底能烂到什么程度。于是一部原本没有市场动能的片子被围观情绪重新定价，这很像金融市场里的情绪交易。一家公司基本面很差，盈利能力也不清楚，商业模式更谈不上可靠，但是忽然某个概念被炒起来，大家都知道它贵，大家也知道它不值，可还是有人不断冲进去，因为真正驱动价格的已经不是资产本身，而是大家对别人还会继续冲进去的预期。牛来的票房曲线也是这样，它不是靠口碑上涨，而是靠烂的值得看上涨。它不是靠艺术感染力，而是靠公共笑场能力。它不是让人感动，而是让人想确认这么一个东西怎么会真的拿到龙标，怎么会真的进入院线。这就把问题从电影本身推到了制度层面。在中国，一部电影能够上院线，前提是拿到所谓龙标。很多普通观众对龙标有一种下意识的理解，这个标志不代表电影一定好，但至少代表它经过了某种国家机器的筛选。换句话说，它可能不好看，可能俗，可能套路，可能主旋律味道很重，但至少在工业完成度上不至于太离谱。这就是大家过去对过审的一种朴素想象。它像国营食堂，菜未必好吃，口味可能很差，服务也不见得体面，但至少原材料不会差到完全不能入口。你骂它难吃，但你很少会怀疑它到底是不是食物。牛来打破的正是这种预期。观众突然发现，原来一套被说的那么严肃、那么权威、那么不可挑战的审查体系，它并不负责保证基本审美，也不负责保证基本质量。它真正关心的是政治安全，是意识形态安全，是有没有触碰红线，有没有让人联想到现实矛盾，有没有挑战官方叙事。只要这些风险不存在，质量低到什么程度反而不一定重要。这才是牛来真正刺痛人的地方。它不是证明中国没有烂片，中国当然一直有烂片，哪个国家都有烂片，
它证明的是，在一个把审查权力伸进创作各个环节的体系里，真正被过滤掉的，往往不是低质，而是思想；不是粗糙，而是锋利；不是丑陋，而是有表达欲。一部技术粗糙、审美混乱、表达幼稚的片子，可以相对顺利地进入院线，但一部认真拍摄、完成度很高，只是触碰了一点社会阴影的电影，却可能被改10几稿、剪20几次，最后仍然遥遥无期。这就是观众为什么会笑，他们笑的当然是电影，但不只是电影，他们笑的是那道筛子。这道筛子号称严格，结果筛掉了很多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，却让一个荒诞样本穿了过去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牛来像一个系统漏洞，它把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底层逻辑暴露出来，只防思想，不防低质；只防现实，不防荒唐；只防观众被作品启发，不防观众被作品震惊。这句话可能听起来尖锐，但它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事件会被放大。如果牛来只是在网上被人骂2句，大家看完片段笑一笑，事情也就过去了。中国互联网上每天都有荒诞内容，热搜来得快，走得也快。可它偏偏是院线电影，它偏偏有龙标，它偏偏在票房极低之后，被观众用真金白银捧成了现象。这几个因素叠在一起，就构成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公共嘲讽。观众不是在认真支持一部电影，很多人其实是在用买票的方式说，你们不是说自己代表专业和权威吗？那我们就来看看你们到底让什么东西进来了。这种嘲讽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环境里尤其敏感，因为中国社会的公共表达空间已经被压得很窄，很多不满不能直接讲，很多讽刺不能明说，很多对制度、审美、生活状态的厌烦也不能通过正常的文艺形式表达出来。于是情绪会寻找替代出口，有时候是一个梗，有时候是一首歌，有时候是一句被删掉的脱口秀台词，有时候就是一部烂到离谱的电影。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买票看牛来的人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，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在用它反抗什么，多数人可能只是觉得好奇，觉得好笑，觉得我倒要看看它有多离谱。但公共情绪常常就是这样，它未必先形成理论再采取行动，更多时候它是先以笑声、围观、嘲弄、模仿的形式出现，很多人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要参与，但参与本身已经说明了某种共同心理。这就像很多年前年轻人听摇滚乐，并不是所有听摇滚的人都理解摇滚背后的反叛传统、阶级情绪、青年文化和政治语境。很多人最开始只是觉得酷，觉得那个声音不一样，觉得皮衣、长发、金属饰品、失真吉他有一种和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能量。可这种酷本身就来自压抑环境里的反差，在一个过度规训的社会里，人们未必能说清自由是什么，但他们能感觉到什么东西不像被安排好的生活。牛来的走红也有一点类似，它不是因为好，而是因为它不像官方想象中的好，它甚至不是精致的坏，它是粗糙的、失控的、笨拙的、莫名其妙的。恰恰因为如此，它反而短暂地从官方审美和市场公式里滑了出来。观众围观它，有一部分是在围观荒唐，也有一部分是在借荒唐嘲笑更大的荒唐。说到这里，就要谈一个更深的问题：中国的文化管理为什么这么怕有趣？在正常社会里，文艺作品当然可以高雅，也可以低俗，可以严肃，也可以荒诞，可以主流，也可以亚文化。一个社会越成熟，它越能容纳不同层次、不同口味、不同表达方式。澳洲这边的文化市场也有大量烂片、烂节目、烂广告，没人会说澳洲的审美天然更高级。问题在于，政府一般不会把自己包装成全民审美的总把关人，市场会失败，观众会吐槽，平台会选择，创作者也会继续尝试。这种混乱不一定漂亮，但它保留了自我修正的空间。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有烂片，中国的问题在于权力一方面要垄断文化判断，另一方面又不承担审美后果。他告诉你什么是正能量，什么是主旋律，什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。可真正的喜闻乐见往往又不是群众自己决定的，而是权力替群众规定的。群众喜欢什么必须符合他的教育目标，群众笑什么最好也在他允许的范围内，
群众愤怒什么，必须转化成他认可的对象；群众怀旧什么，最好能接到民族叙事和现实政治上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文艺形式，一旦进入中国大陆的主流传播空间，就会被慢慢驯化。摇滚本来带着反叛气质，但它会被要求积极健康；说唱本来有街头性和冲突性，但它会被改造成励志表达；相声原来有市井讽刺，有粗粝生命力，后来被不断清洁、规训、教育化。脱口秀本来应该处理当下社会的尴尬和矛盾，可在中国，它总是很快撞上边界，讲性别不行，讲行业不行，讲地域不行，讲公共管理更不行。很多节目你一看时长，就知道中间剪掉了不少东西。这不是单一行业的问题，这是权力与幽默之间的结构性冲突。幽默需要松动，幽默需要意外，幽默需要一点冒犯，幽默需要承认生活本身不完美，承认权威也会滑稽，承认普通人的怨气有表达价值。但高度集中的权力不喜欢这些东西，他喜欢整齐、稳定、正确、可控。他喜欢把生活变成口号，把审美变成任务，把创作变成宣传，把观众变成接受教育的对象。在这种环境里，真正有趣的东西要么被提前压掉，要么被改到没劲，要么在小圈子里生长，不能见太大的光。所以牛来这种东西才显得讽刺。它不是一个高明的反叛作品，它甚至可能根本没有反叛意图，但它因为足够荒诞，反而让观众看见了制度的荒诞。这就有点像杜尚把小便池放进美术馆。当然，牛来和杜尚的艺术史地位不能相提并论，我们没有必要把它拔高成什么伟大作品，它可能就是一部非常粗糙的电影。可是一个作品的社会意义并不完全由作者单方面决定，作者完成作品只完成了第一步，观众如何理解它，媒体如何传播它，权力如何回应它，这些都会参与意义的生成。牛来原本只是一个低成本动画，观众把它变成一个笑话，社交平台把它变成一个话题，电影院把它变成一个线下围观场景。如果最后管理部门再以各种方式压制、限牌或者下架，那它就完成了最后一环，它从烂片变成了制度预言。这就是很典型的中国式公共事件。一个小东西本来没人关心，权力如果不理它，它可能几天就过去了。但权力越紧张，越要处理，越要降温，越说明他害怕的不是作品本身，而是作品周围形成的社会关系。他害怕大家一起笑，因为一起笑意味着共同理解，共同理解意味着另一个话语空间正在形成，哪怕这个空间很短暂、很粗糙、很娱乐化，它仍然让权力不舒服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难道管理部门真的会怕一部烂片吗？他怕的不是烂片，他怕的是观众借烂片嘲笑权威，他怕的是大家突然意识到，所谓专业把关和政治正确之间其实没有必然关系。他怕的是一个被允许上映的东西，反过来证明了审查机制的荒谬。这就好比一个门卫天天拦人说自己是在维护秩序，结果真正有才华、有问题意识、有表达能力的人被拦在外面，一个穿着破烂、走路摇晃、完全不像样的人却被放进了大厅。大家当然会问，你到底在检查什么？这正是牛来带来的问题。中国电影审查到底在检查什么？他检查电影语言吗？显然不是。他检查叙事能力吗？也不是。他检查基本工业标准吗？至少从这个案例看并不可靠。他真正检查的是作品会不会让观众联想到不该联想的现实，会不会削弱官方叙事，会不会形成不受控制的情绪聚集。所以很多好电影过不了，不是因为它不好，而是因为它太像生活。它把贫困、创伤、腐败、失业、维权、城乡断裂、家庭破碎、基层暴力、普通人的绝望拍出来了。哪怕拍的克制，哪怕没有口号，哪怕只是诚实记录，都会被认为有风险。相反，只要你不碰这些，只要你不揭开现实，只要你没有思想上的危险，哪怕审美再低，也有机会穿过去。这就是政治安全高于艺术底线。在这种逻辑下，电影行业慢慢会形成一种逆向激励。创作者知道什么不能拍，于是主动回避复杂现实；投资人知道什么有风险，于是不愿意支持真正锋利的项目；平台知道什么会惹麻烦，于是倾向于选择可控、无害、
公式化的内容。审查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是保护艺术，而是避免政治事故，于是宁可错杀也不会放过。最后观众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安全，也越来越无聊。这里面当然仍然会有好作品，中国有很多优秀导演、编剧、演员和技术人员，他们的能力并不差。很多时候问题不是人才不够，而是空间不够。一个行业如果总是把最敏感、最真实、最复杂的部分剪掉，剩下的当然容易变得空洞。这就像一个人说话，总要先想10遍哪些词不能用，哪些表情不能有，哪些故事不能讲。最后他说出来的句子可能语法没错，声音也稳，但听起来没有人味。中国电影这几年面临的困境，不能只归结为观众不进影院，也不能只归结为短视频冲击。更深的问题是，很多观众已经不相信荧幕会诚实面对他们的生活。当真正的现实进不了电影，观众就只能在荒诞里寻找现实感。牛来就是这样，它并不真实，但它暴露了真实。它不高级，但它让人看见了高级话语背后的低级运转。它没有拍出中国社会，却让中国社会在围观它的过程中把自己投射了进去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官方或半官方声音会对这种现象感到不安。他们表面上可以批评观众，说大家不该猎奇，不该捧烂片，不该让低质内容获得票房。这些话听起来都有道理。从电影市场健康发展的角度讲，观众当然应该支持好作品，而不是把钱花在围观烂片上。但问题是，谁让好作品更难活下来？谁把大量本来可以有锋芒、有现实感、有审美探索的作品挡在院线之外？谁让创作者长期在红线边上自我阉割？谁让观众习惯了在正片之外，通过花絮、删减片段、地下资源、海外影展和短视频切片寻找真正有意思的表达？当一个市场被管得太久，观众的趣味就会变形。他们一方面渴望好东西，一方面又对正常的严肃表达失去信任。于是当一个极端反常的东西出现，他们会像看事故现场一样围上去。这当然不是健康状态，但它不是观众单方面造成的，它是长期文化压抑的结果。有人会说，牛来这种现象其实就是大家无聊，互联网时代什么都能炒一阵，没必要过度解读。这个说法有一部分道理，社交平台确实会放大猎奇，算法也确实喜欢冲突和笑料，很多人买票也确实就是为了凑热闹。但问题在于，为什么这个热闹能精准戳中审查制度？为什么大家讨论的焦点很快从它有多烂转向它怎么过审？为什么一个低成本动画会引发这么多人对电影管理、文化空间和官方审美的嘲讽？如果只是无聊，话题不会走到这里。它能走到这里，说明这个社会早就有一层情绪，只是一直缺少一个轻便、安全、可传播的载体。牛来刚好提供了这个载体。你可以说我只是看电影，你可以说我只是笑它烂，你可以说我没有批评谁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真正好笑的地方不只在荧幕上。这种含混性恰恰是当下中国公共表达的典型特征。很多话不能直说，就只能拐弯；很多愤怒不能公开，就只能包装成段子；很多讽刺不能点名，就只能寄托在一个看起来无害的对象上。久而久之，中文互联网形成了一套很复杂的隐喻系统，大家用谐音、用表情包、用缩写、用反话、用过度赞美、用荒诞模仿去表达真实意见。这套系统本身很聪明，但也很悲哀，因为正常社会不应该把普通人的表达训练成猜谜。说回牛来，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片尾曲。网上有说法称，片尾曲可能是创作者60岁的母亲自己作曲并演唱的。原稿里也保留了一段歌词或字幕识别内容，但里面混杂了大量错字、漏字和识别错误，很难完整还原。如果这个说法属实，它其实给这件事增加了一层复杂性。我们批评牛来的工业质量，批评审查制度的荒诞，不等于要羞辱具体创作者和他的家庭。很多低成本创作者可能确实是在有限条件下，凭着一种非常朴素的热情，把一个作品做出来。一个人能动手完成一部电影，哪怕完成度很低，也说明他投入了时间和情感。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一个民间创作者为什么水平有限，真正值得追问的是，为什么一个高度管制、
高度审批、高度自称专业的系统，会让这样一个作品成为院线样本，却让很多成熟作品难以正常面世。换句话说，普通人拍的粗糙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权威体系筛选之后，留下来的竟然足以让全网怀疑筛选本身，这才是矛盾所在。所以我们讨论牛来要分清两层，第一层是创作层面的粗糙，这个可以吐槽，可以批评，也可以当作娱乐事件看。第二层是制度层面的反讽，这个更重要，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一部烂片会突然获得公共意义。如果没有龙标，没有院线，没有审查制度长期制造的权威幻觉，牛来可能只是一堆网络素材中的一个，但它进入了一个被权力认证过的空间，于是观众的笑声就不再只是笑声，它变成了对认证机制的反问：你们到底认证了什么？你们到底保护了谁？你们到底伤害了什么？这三个问题比电影本身更值得讲。中国文化领域常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权力越想证明自己代表先进文化，最后越容易制造低级审美。原因不复杂，真正的审美需要自由竞争，需要失败试错，需要个人趣味，需要不那么整齐的表达。可权力喜欢确定答案，他喜欢宏大主题，喜欢标准表情，喜欢被组织过的感动，喜欢人物弧光最后落到集体、国家、民族和某种正确价值上，这种东西偶尔也能拍好。但如果变成行业默认模板，就会把创作活力消耗掉。久而久之，创作者不是问这个故事是否真实，而是问这个故事是否安全；不是问这个人物是否成立，而是问这个人物是否正确；不是问观众是否会被打动，而是问上面是否会觉得稳妥。当这些问题替代了创作问题，烂片出现就不意外。更不意外的是，有些烂片因为足够安全，反而比好片更容易生存。这就是制度性平庸，它不一定每天制造灾难，但它会持续压低行业上限，它会让真正有才华的人疲惫，让中间层选择保守，让投机者学会迎合，让观众慢慢麻木。然后某一天，一个极端样本突然冒出来，大家像突然醒了一样说，原来已经这样了。牛来的意义就在这里，它不是中国电影问题的原因，而是结果。它不是把市场带坏的那个源头，而是把市场已经坏掉的部分照出来的一束怪光。很多人把它当笑话看，当然可以，但笑完以后，我们应该看到更严肃的东西。一个国家的文化市场不能靠审查来保证质量，审查能保证的最多是政治服从，它保证不了审美，保证不了诚实，保证不了创造力，更保证不了一个社会真正需要的精神空气。艺术要有空间，市场要有判断，观众要有选择，创作者要有冒险的权利。这些东西被拿走以后，剩下的就是安全但无聊，正确但空洞，整齐但没有生命。而人不是机器，人总要找一点有意思的东西。如果正常的有趣被压制，人们就会去围观异常的有趣；如果正常的幽默被剪掉，人们就会在事故里寻找幽默；如果正常的批评不被允许，人们就会把一个烂片变成批评的容器。这就是牛来为什么会从7000元票房突然冲到1000万级别。他卖的不是电影票，他卖的是一次集体确认。大家想确认，这个系统真的会让这种东西过吗？大家想确认，不是我一个人觉得荒唐吧？大家想确认，原来你们也在笑。这种确认在高压社会里非常珍贵，因为人最怕的不是不满，而是以为只有自己不满。当电影院里响起笑声，当短视频里充满吐槽，当票房数字不断上涨，很多人会突然发现，原来那种荒诞感不是个人错觉。这时候牛来就完成了它最特殊的功能，它把分散的荒诞感连接起来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它确实已经超出了电影本身。当然我们也要保持一点克制，不要把牛来神化。它不是大话西游。大话西游当年上映时票房不理想，后来通过录像厅、电视台、校园传播和网络语境被一代观众重新理解。它里面有语言游戏，有爱情悲剧，有后现代拆解，也有周星驰式的荒诞感。你可以说它早期不被市场理解，但它本身有可反复咀嚼的文本。牛来目前看不出这种厚度，它更像一次事件。
而不是一部会被长期重看的经典，所谓邪典电影。真正能留下来的，通常不是单纯因为烂，有些邪典片粗糙，但有强烈作者意识；有些邪典片怪异，但有独特审美；有些邪典片当年被误解，后来因为社会语境变化被重新发现。如果只是纯粹低质，没有思想，没有风格，没有可供解释的复杂性，那它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邪典经典。牛来能不能留下，关键不在它本身，而在这个事件如何被记忆。如果未来大家提起它，只是说有一年有部动画特别烂，那它很快就会被新的笑话覆盖。但如果大家提起它时，会想到龙标，会想到审查，会想到观众用买票嘲讽权威，会想到中国电影市场那种荒诞的筛选逻辑，那么它就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在文化记忆里。它未必是电影经典，但它可能成为审查笑话，而这对一个严肃自居的管理体系来说反而更难受。权力最能忍受的是敌人批评，他最不能忍受的是自己变成笑话，因为批评还能被说成立场问题，笑话却会瓦解庄严感。一个权威体系一旦被大家笑，它就很难再只靠口号恢复体面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威权体制都对讽刺、段子、喜剧、漫画格外敏感，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有多强大的组织能力，而是因为他们会让人看见皇帝身上的荒唐。牛来这个事件里，真正让人发笑的不是一个动画角色动作僵硬，也不是某句台词离谱，真正让人发笑的是一套庞大机器在小地方露出了笨拙。它平时那么严肃，那么强硬，那么不可置疑，可一遇到这种荒诞样本就显得非常尴尬。如果他放任不管，票房继续涨，大家继续笑，审查体系继续被问号包围。如果他出手降温，大家又会说，你看他急了，这就是典型的两难。这个两难不是牛来制造的，而是长期过度管制造成的。一个更开放的市场里，烂片火了就是烂片火了，观众愿意买票，别人可以批评，也可以不看，市场自己消化，行业自己反思，媒体自己讨论。但在一个什么都要审批，什么都要指导，什么都要正确的系统里，任何失控的流行都可能变成政治问题，哪怕它只是一个笑话。这就说明真正脆弱的不是电影市场，而是权力对文化的控制欲。控制欲越强，对意外越敏感，意外越少，偶然出现的意外就越有爆炸性。牛来正是这样一个意外，它像一颗小石子掉进一个表面平静，内部紧绷的水池，石子本身不大，但水面上的涟漪暴露了池子的紧张。从观众角度看，这次围观也值得反思。我们当然可以把它当做一次集体娱乐，但也要意识到，如果一个市场长期靠嘲笑烂片获得快感，那本身也说明文化消费变得贫瘠。正常情况下，观众应该能在影院里看到各种层次的作品，有商业大片，有作者电影，有儿童动画，有现实主义，有类型片，有喜剧，有实验表达。你可以选择轻松，也可以选择严肃，可以选择娱乐，也可以选择思考。当这些选择被不断压缩，观众就会对异常产生过度热情。越是没有真正锋利的作品，越容易把一个离谱作品推成事件。所以牛来的火不只是管理部门的尴尬，也是整个文化生态的尴尬。它说明观众需要出口，它说明市场需要真实，它说明创作者需要空间，它也说明官方那套只要政治正确，其他都可以往后放的逻辑已经越来越难以说服人。中国电影不是没有希望，恰恰相反，中国观众数量巨大，现实题材丰富，技术人才成熟，演员和导演资源也并不缺，只要给空间，完全可能出现大量有质量、有市场、有表达的作品。但前提是不能把电影首先当成宣传工具。电影当然可以承载价值观，但它不能只剩价值观。电影当然可以讲国家和民族，但它也必须允许讲个人、家庭、失败、疼痛、欲望、困境和灰色地带。电影当然可以让人振奋，但它也必须允许让人不舒服。一个社会如果只允许让人舒服的叙事，最后观众会对所有舒服产生怀疑，因为生活不是那样。普通人每天面对的是房贷、就业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家庭压力、阶层焦虑、城市孤独和权力不透明。
电影如果永远绕开这些东西，只给出安全答案，它就会慢慢失去公共信任。牛来之所以能被当成笑话，也正是因为观众对很多正常电影的信任已经下降。当正常渠道不能提供真实，人们就会在不正常的东西里寻找真实。这听起来荒唐，但非常符合中国当下的文化心理。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审查制度不仅伤害被禁的作品，也伤害被放行的作品。因为一旦观众知道审查存在，他就会自动怀疑所有上映作品经历了什么删改，回避了什么问题，迎合了什么要求。哪怕某部电影本身不错，观众也可能会想，它是不是已经被剪掉了最有力量的部分？这对行业是长期伤害。审查者以为自己维护了秩序，实际上是在削弱观众对整个文化产品的信任。牛来只是把这种不信任以最滑稽的方式爆发出来。所以这个事件真正值得记住的，不是烂片也能赚钱，烂片赚钱并不新鲜。真正值得记住的是，一部烂片因为过审而获得了政治反讽价值，又因为观众围观而获得了票房价值，最后可能因为管理部门紧张而获得了历史记忆。这三个价值几乎都不是电影创作者原本能设计出来的，它是中国文化体制自己帮他加上的，这就非常讽刺。如果管理部门真的希望这个事件降温，最好的办法本来很简单，别理它，让市场自己过去，让观众笑几天，让它作为一个短暂的互联网奇观慢慢退潮。可是高度控制的系统往往做不到，它总觉得必须管理，必须表态，必须让不受控的东西回到可控状态。于是它越管理越像给这个事件盖章。观众本来只是觉得电影烂，管理一出手，观众就更确信，原来这里面真有值得笑的东西。这就是很多公共事件反复出现的规律。权力不是被对手击败，而是被自己的过度反应暴露。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允许小丑存在，允许烂片存在，允许观众做出奇怪选择，也允许媒体公开批评这些选择。但它不应该让一个审查机关决定所有作品的命运，更不应该让政治安全成为压倒一切的文化标准，因为那样到最后，连烂都会变得有政治含义。牛来今天被讨论，不是因为它配得上这么多严肃分析，而是因为它被一个荒诞环境赋予了额外含义。这对创作者本人未必公平，但对制度来说是自找的。当你长期宣称自己负责把关，大家就有权追问你把了什么关。当你长期挡住大量好作品，大家就有权嘲笑你放进来的坏作品。当你长期教育观众什么叫正确审美，观众就有权拿一个离谱样本反问你，这就是你筛出来的结果吗？这就是牛来打脸广电的地方。不是说广电应该负责每一部电影好不好看，而是说当广电拥有决定作品生死的权利时，他就不能在质量和后果面前假装自己只是旁观者。权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如果一个机构只想保留权力，不愿承担责任，那么被嘲笑就是迟早的事儿。今天的牛来也许过一阵就会从热搜上消失，票房预测可能会变化，排片也可能变化，最后数字未必真能冲到1个亿。互联网热点本来就有很强的不确定性，但它留下的问题不会消失。为什么低质可以安全，真实却危险？为什么荒唐能过审，锋利却被剪掉？为什么一个社会需要借烂片来完成集体表达？这些问题比牛来本身更长久。从澳洲看中国文化市场，我最大的感受是，中国观众并不缺审美，也不缺判断力。很多时候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东西，也知道什么是敷衍，只是他们能选择的空间太有限，能公开讨论的范围太狭窄，能参与改变的渠道也太少。当正常反馈机制被堵住，异常反馈就会出现。牛来票房破千万，就是一次异常反馈。他用最不体面的方式说出了一个很体面的问题。一个真正自信的文化市场，为什么要怕真实，怕幽默，怕有趣？如果一个体系真的强大，他不应该怕观众笑，他更不应该怕观众笑错地方。可现实是，很多时候笑声比批评更危险，因为批评还能被删除，笑声却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。一个人笑可能只是娱乐，一群人笑
就可能变成共识。而当共识指向权威的荒唐时，权威最先感到不安。所以牛来最终会不会下架，票房最后停在哪里，都不是最重要的。重要的是，它已经让很多人看见了那套筛选机制的真实优先级。它筛掉的是风险，不是低质；它保护的是权利，不是艺术；它维护的是服从，不是观众。这就是这场闹剧背后的严肃结论。一部烂片本来不值得大书特书，但当一部烂片成了公共事件，我们就不能只问它为什么烂，我们还要问是什么样的环境让它的烂变得这么有用。牛来也许不会成为电影史上的好作品，但它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审查史上的一个笑话。而笑话有时候比论文更有穿透力，因为它不需要复杂论证，只需要大家同时意识到这件事儿不对劲。这大概就是牛来真正牛的地方。他没有把电影拍明白，却把审查体系照明白了。他没有讲出一个好故事，却让中国电影市场自己讲出了一个荒诞故事。他没有创造高级艺术，却被观众和制度一起推成了一件低级但完整的行为艺术。所以别急着只骂观众猎奇，也别急着把它捧成神作。更值得看的是这部电影身后那套机制。那套机制让好作品害怕，让普通创作者迷茫，让观众失望，也让一部离谱烂片突然拥有了嘲讽权威的力量。这不是牛来的胜利，这是中国电影审查制度自己的失败。这里是澳洲来信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订阅。